我跟你们讲，其实通讯录找对象比正常的直男直女啊找对象要容易10倍。听好了，不是难10倍，是要容易10倍。我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吧。其实就是我18岁开始啊，就是意识到自己其实喜欢男生，然后我就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找一个那种霸道总裁一，就是虽然说我当时18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也赚了很多钱，但是我就是想找一个对吧，又高又帅，然后就是又有8块腹肌，然后最好是那种黑皮体育生，同时呢就是说他自己有一定的收入能力，就是性格就是很直男，像直男一样的但是我发现找不到就是真的，我相信每一个像我这样的零都有过这种幻想，然后但是找不到，就是我用那个布拉蒂去找，我的妈呀，你别说找个霸道总裁了，你就是能找个人正常人都很难，上面都什么玩意啊，就是要么就是说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要么就是那种就是敏感消息，就点开这种敏感消息让你确认一下，要么就是60多岁了，然后问你就是说喜不喜欢老头。我尊重老头，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老头，好不好啊？然后对吧，要么就是那种骗子，要么就是说到处乱搞的，然后就是说还不做保护措施，还有很多就是甚至都很危险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个软件叫翻咖，然后我就发现上面好多帅哥，但是你们用过翻咖你会发现那上面的人好像都哑巴了啊，就不会说话，不会是就是要么就是你跟他发消息他都不回，然后每天把那个照片 P 的那种美美的很帅，然后你一见面，我的妈呀，你把这个照片给他妈看，他的妈都不一定认得出来这是他儿子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发现就是这2个软件上面，你想去找个霸道总裁又要长得好看，又要8块腹肌，又要是黑皮体育生，又要是那个什么，就是说像直男范，还要就是说收入还不错，我跟你讲不可能啊，送你3个字，不可能。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服输，你知道吗？我大学期间我靠3000块钱就赚了300万，我说我对吧，我这么小我就开始创业了，当时又年纪又小，对吧？我自认为长得也不难看呀，怎么就找不到呢？我觉得不可能，而且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然后我就后来18年的时候，我就接触了一个软件，我发现抖音就是你随便拍一点那个视频啊，15秒就可以爆红网络。我就相信一句话，因为我之前开淘宝店嘛，我就想有流量垃圾都能卖，那我自己如果有流量，对吧，我有足够大的曝光，是不是我也能卖出去呢，对吧？但是我又不自信，我觉得我有点矮，我只有1.66米，然后我又是个纯零，然后你看我这个声音听起来也不 man， 对吧？我觉得是不是通讯录都喜欢那种很阳刚很 man 的呀？还是有点怀疑，但是我就敢试，知道吧？然后我就疯狂的拍视频，当时抖音刚火的时候，我就去肯德基里面，当然就是怎么说呢，我也不怕丑啊，在那个肯德基那个大堂里面，我就吃肯德基，如果你不知道这8个秘密，那你白花不少冤枉钱。然后就很多人笑我，但是我不在乎，我就发一条视频直接就火了啊，全网有几千万的播放量，然后我就连着发，就这种像小丑一样的视频，我跟你讲，我都找到了很多很多我之前在那个什么小蓝和那个小红上面永远不可能碰到的一些很优质的一些意向对象。所以我就发现果然啊，就是找对象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跟卖货是一样的，就是你关键是让你会展现自己，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看的，我发现这个世界很大。尤其是后来我做了恋爱导师之后，我见过了无数的通讯录，我发现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喜欢，有那种18岁的就是体育生啊，就是长得很高，然后就是一眼就是看起来很痞痞的，然后那种小狼狗的样子，黑皮体育生，然后还是个纯一。他让我给他介绍一个60岁加的大叔，很多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就喜欢矮的，就是喜欢1.65米以下的，然后还就是喜欢娘的，真的就有些人喜欢娘的，还有就是你想要那种直男范，很多我发现真的很多通讯录啊，就是他不用交友软件，你敢信？所以说你说为什么你用软件上找不到优质？因为很多优质通讯录它不用交友软件，真的是不用交友软件，不是说什么不用小蓝，也不是说不用小红，是2个都不用，好不好？完全没用过还有很多通讯录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通讯录，然后他就说老师啊，就是我喜欢我的一个同事了，然后我说那你是1还是0啊？他说什么1还是0啊？他听不懂。我说那你自己之前就是说你之前谈的对象都是男的女的？他说都是女朋友。他说他对男的，他说哎呀，我不是你们这个圈子被人了，我对男的不感兴趣，但是我对我同事感兴趣。有时候我就是想跟他男同事啊，有时候就想跟他亲一亲抱一抱搂一搂，我真的好喜欢他，但是他好像最近有点不理我，这种超级多。还有一些就是说
之前对吧，他的一个男同学给他表白，然后他把那个男同学骂了一顿然后跟那个男同学从此断绝往来了。你是不是听完之后就觉得，哎，肯定是一个对吧？他男同学肯定是跟他表白，他那肯定是一个直男，对不对？所以说比较反同。我跟你讲，但是他来找我了，他找我解决情感问题。我说什么情感问题啊？他说他爱上他同事了。他说那我说那你之前怎么不接受那个男同学表白呢？他说他当时不知道自己喜欢男的和女的，然后他也谈过很多女朋友，他也很喜欢女生，所以说他也不敢走这条路。所以很多人他真的是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很多人他就是也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份。所以说其实我发现通讯录超级多，每10个人里面起码有1个人就是通讯录。所以说根本不像你们说什么3%、5%，我跟你讲大错特错啊！那个统计是不准确的。如果说你们想去看的话，可以看一本书，叫做《金赛性学报告》，就是他当时他在全美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敲门，然后就问，就给他做各种各样的调查，然后了解他的一些那个就是 X 行为，然后了解到他之前对吧喜欢男生喜欢女生，一个个的聊了几万个人，他得出的结论是。绝对的同或者是绝对的异性恋根本就非常非常少，占比可能只有5%，这才是占比5%。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不拒绝的然后呢，可能没有意识得到，这样的比例可能占到了70%、80%。所以说，就是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不要觉得是3%、5%，很多人不敢填，那个不准确。还有这个调查报告，它要考虑到一定社会影响。如果说一个权威媒体告诉你10%，那不是，说实话，你想想这个社会影响有多严重，所以说他不敢说。但是我真实的数据就是这么多，然后我见过了太多优秀的，我发现真的优秀的他不用软件。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想要去找一个大模艺，或者是想找一个工龄，或者你想找一个就是你意向的那种，你觉得你绝对找不到人，你一定要学会去利用互联网的流量杠杆。就是在这个网上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配不上别人，我跟你讲，只要你的流量曝光量够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喜欢，这个是我亲身验证的。然后呢，我就是扮小丑，对吧？我一下子做了100万粉丝，我跟你讲，我遇到了太多优质的了更何况后来我做彩虹恋爱导师，那我遇到的都是精准的彩虹人群，而且都是高质量的。遇到太多了，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说你们找对象不知道怎么找的话，也可以来找我我来教你。如果说你遇到什么情感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我是专门帮助彩虹群体呢去解决情感问题的恋爱导师。